大家好，我是一小点儿。今天我们来做一款甜品——抹茶蛋糕卷儿。蛋糕部分我们使用的是戚风蛋糕的配方。在制作之前，先将烤箱预热到170摄氏度，将油和牛奶充分搅拌乳化。油可以选择任何味道不重的油，这里不推荐使用黄油。黄油在冷藏之后会让蛋糕口感变硬。筛入低筋面粉和抹茶粉。没有低筋面粉，可以用中筋面粉掺20%的玉米淀粉代替。抹茶粉一定要选择品质好一些的，味道确实不一样。用 Z 字形搅拌，避免面粉产生过多面筋，直到看不见干粉即可。有少许结块也没有关系。将蛋清和蛋黄分离，建议分蛋这一步在单独的小碗中操作，以免手一抖打破蛋黄，毁了一盆分好的蛋清。将蛋黄放在刚才的面糊中，蛋清放到一个干净无油的大碗中，将面糊还是用 Z 字形手法搅拌均匀，后加鸡蛋可以避免面粉结块，更容易搅匀。蛋清中加入一点白醋，起到稳定蛋白霜的作用。打到蛋清起鱼眼状大泡泡的时候，分3次加入细砂糖。这里的糖量请不要减少，否则会影响蛋白霜的稳定性。用打蛋器中高速打发，随着打发的进行，蛋白霜会越来越浓稠。关于打发蛋白的各种内容，请参考之前的专题视频。打发的时间取决于打蛋器的速度、效率、蛋的数量、环境湿度等等，所以没有固定的时间。要学会通过蛋白霜的状态去判断。打到像这样立不起来的状态是不够的，后面会消泡的。打到提起打蛋器，蛋白霜能像这样呈现大弯钩的状态，处于湿性发泡或者接近中性发泡的状态才行。最后边转边提起打蛋器，打蛋头就基本干净了。如果蛋白打得过硬，卷的时候蛋糕柔韧度不好，会开裂。取1/3蛋白霜加入到面糊中，翻拌均匀，这样可以让浓稠的面糊变得轻盈一些，更容易与余下的蛋白霜搅拌均匀。面糊容易沉底儿，所以注意碗底也要刮到，搅拌到颜色均匀就可以了。把它倒入到余下的蛋白霜中，用像这样翻拌的手法翻拌均匀。从面糊的中间下刀，抄底，再从旁边提起，把盆子转个角度再重复。如果翻的手酸了，我会用这样的动作，让上面的面糊流到下面去，也能很好的帮助面糊混合均匀，又不会导致它消泡。当你看到面糊颜色都均匀了，就可以停止了。搅拌不均匀会导致蛋糕鼓大包，而搅拌太多会让面糊消泡，导致蛋糕膨胀不起来，或有一层死面的布丁层。这次我用的是28×28厘米的烤盘。做毛巾面效果最好的是油布，烘焙纸是次选。你也可以使用其他尺寸的烤盘，只要烤盘的总面积相差不超过15%，最后你的蛋糕都是差不多厚的。但是如果相差太大，你就要按照面积比例扩大或减少配方了。将面糊从高处倒入烤盘中央，这样大气泡会在碗壁的边缘破裂，然后转动烤盘，让面糊分布均匀。最后在桌子上磕几下，震出里面的大气泡。这个配方做出的面糊流动性应该是比较强的，你不需要拿刮板去抹平它，表面也是应该很平整的。把烤盘放到烤箱中层，尽量保持烤盘水平，以免蛋糊都流到一边去了。烤25分钟左右，具体烤制时间和温度需要根据自己烤箱进行调节。蛋糕烤制期间，我们来制作内馅部分。从配方中的淡奶油中取2大勺，加入到抹茶粉中，搅拌成糊糊。抹茶粉比较容易结块，要把这些结块都碾开，然后放在一旁备用。蛋糕出炉之后，马上在桌子上震几下，震出里面的热气，防止它回缩得太厉害。蛋糕有轻微的回缩是没有关系的。在上面盖一张烘焙纸，然后小心地翻过来，趁热揭下油布，漂亮的毛巾面就出来了。如果你的蛋糕出现了发黄的部分，是下火太旺导致的，下次可以把下火调低一些，或者底下垫一个烤盘隔绝热量。在上面盖上一张长一些的烘焙纸，然后翻过来晾凉。表面盖的纸可以防止蛋糕变干。蛋糕晾凉的过程中，我们来打发奶油。奶油选择乳脂至少在30%以上的才容易打发。室温高可以坐在冰块或者冰水上打发。加入糖，
到这样比较浓稠的时候，加入刚才拌好的抹茶酱，然后换中低速打发。奶油到这个阶段打发状态变化得很快，所以打发速度不要太快，以免打过头。打到像这样没有流动性，花纹能立住就可以了。如果奶油太稀，卷的时候到处跑，很难操作。等蛋糕基本晾凉，但是还有一点余温的时候，揭下上面的烘焙纸。如果蛋糕晾得太凉了，会在卷的时候裂开，而如果太热，会把奶油烫化掉。这里掉皮也无所谓，因为是放在里面的。因为我们是从这边往这边卷，所以把前面这头垂直切下蛋糕边儿，这边斜着切，让接口处可以更好的贴合。左右两侧也切掉，防止蛋糕边太干导致两边开裂。将奶油抹在蛋糕表面，卷卷的起始端抹得厚一些，尾端薄薄一层就可以了，左右要抹平均。然后借助一根擀面杖放到烘焙纸下面，提起烘焙纸将蛋糕卷起来，用手辅助一下。如果末端奶油太多或者太少，可以拿刮刀调整一下。最后按住底下的烘焙纸，用擀面杖像这样往后拉一下，收紧。用刮刀将两头的奶油填平，小心地转移到冰箱里冷藏定型至少1小时。切蛋糕卷要选择平刀刃的比较锋利的刀，每切一片都用厨房纸擦掉刀上的奶油，这样蛋糕卷切得才漂亮。冷藏过的抹茶奶油馅儿非常清爽，口感像冰淇淋一样。这款蛋糕整体上不会过甜，搭配抹茶的清香，是一款非常适合夏天吃的甜品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帮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。B 站的朋友请不要忘记投币、转发、收藏。我是一小点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